OK， 大家好，我是 Dustin。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2012年的2月10号，那我那时候考了我就是GMAT 的一战，那我一战得到的是760分，那我 Q 是满分，然后呢 V 是41分。那其实要录这个影片目的其实只是想为了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补习可以解决一切，但其实上补习只花了你大概1成到2成的时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自修。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那你如何利用自修的时候，如何去一步一步拿到好成绩？好，我始终相信方法是很重要的。好，因为 GMAT 这个考试其实不是在考你累积了多少，是在考你熟悉了多少。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当初在自修的时候的方法。那这个地方是我当初自修的大概4本笔记本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会先讲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在一开始初学的时候呢，你如何去做总结。好，我们知道总结很重要一件事情，可是每个人总结其实不一定做得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当时怎么做。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这本笔记本里面其实是有我可能失败过的痕迹啊，可能有我就是写错或者写挫折，我就跟大家一一解释这样子。好，基本上我自己也是从就是 trial and error 这样子一步一步这样尝试过来的这样子。好，那你看我刚刚说一开始笔记本怎么样呢？好，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前面我可能在大学写笔记的部分啊，然后甚至一开始还跑去准备托福，那后来发现 GMAT 要先准备，那我就先准备 GMAT 这样子。好，那我们一开始准备，那我们后来开始准备 GMAT 的时候，我是先做什么呢？好，我是先开始去练习 RC。OK 哈，好，一开始每个人做第一个步骤都一定是把 RC 全部把那个 OG 全部写过一次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我一开始就很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就开始写阅读啊，写 SC 啊，写 CR 这样子。好，然后你看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方向，就是笔记这样乱抄这样子。然后呢，好，我一天大概写了几篇？我一天大概写了3到4篇，应该没有3到4篇，看一下哦。我一天大概写1、2、3、4、5，好，大概写5篇左右这样子。可是其实上啊，怎么样呢？其实上那个时候正确率其实不高的，好，然后就是没有方向，就是然后你看像 CR 这个部分怎么样呢？好，我一天大概写了15题左右，好，然后呢，像那个什么 SC 的部分，我一天大概写20题左右。好，总之我就是争取把第一次 OG 先写完这样子。好，你看你 SC 就我跟大家一样写错的蛮夸张的，有没有？1到20题的部分怎么样呢？错啊，不确定，然后不确定，然后呢？这些都是打星号的不确定的地方了，然后还有错的 ，OK 好，所以其实我 OG 整本写完怎么样呢？我 OG 第一次整本写完，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OK， 我就觉得这个考试真的太难了，好，尤其是 SC 怎么样呢？写完之后，写的时候不知道选哪一个，文法都对，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写完之后发现说，怎么错那么多？然后来看解答，发现说，解答根本写的就是不明不白。好，解答只要他不想跟你解释，他就会去推脱拉啦，就是什么 weird 啊，什么 unnecessary 或者什么 awkward 之类的。所以其实写完第一遍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自己掉哪一层地狱了，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什么呢？再来就是你看我一开始还跑去准备 AW， 我以为 AW 就是还一定要同时准备好，然后就是等于说是我当初就是一开始准备的历程了，好，就是还跑去一开始就准备 AW，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方向。好，那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这个考试还是要听听看别人怎么说，所以我就上网去爬新德文。好，那 PTT 新德文其实蛮有价值的，不过建议各位大概爬1年以前开始爬。OK 因为那个时候的自修内容比较多，那现在新德文比较多，反而是补习班的宣传。好，所以并不是说都没有并不是说现在没有价值啊，只是说各位可以从以前开始一路爬过来，会吸收比较多。那我看完新德文之后，我大概就知道一件事，就是有件事情我必须做，要总结。好，那总结这件事我怎么开始的呢？好。现在要进入我们重点，就是讲总结方法。好，首先第一个我是先讲 SC 的总结啦。OK 好，那 SC 的总结是什么呢 ？SC 总结就是像各位看到的这样子 ，OK 好，这就是一题而已这是 PP， 我可以用 PP 开始做总结OK 每个人都是先写完一次 OG 之后，好，下一步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要累积考点的时候呢，像我就是选 PP， 那有些人会选择把 OG 重做一遍，那是没有问题的 ，OK 像这个地方是 PP， 好，你看 PP 这个多大？好，这边一题就占那么大的检讨空间，这样子，好。我每一题做总结的时候，每一题检讨我是以值为主，量比较不重要，所以我一天 SC 只检讨10题而已，只做总结10题。可是你看我每个都写很详细，有没有？这是第2题，这是第3题。OK 那我里面到底写什么东西呢？你看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呢？我是先用黑笔写 A B C D E。OK 好，比如说今天遇到个新题目呢，好，各位稍等我一下，好，比如说今天遇到一个新题目。
今天遇到一个新题目的时候怎么样？你看你的横条纸上不是长那样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今天就是先写好，先写好 A、B、C、D、E 这样子。OK 哦，然后是第一题，好，然后开始怎么样？开始看那个题目，开始去模拟作答这样子。好，那开始来做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稍微记一下你的时间，可是不要限时哦。一开始我们计时就好，就不要限时。OK 哦，好，比如说我认为 B 怎么样呢？我认为 B 是 run-down sentence， 我觉得好，我就可能考试的时候我觉得 B 是错的，看到错我把它打叉这样子。好，比如说 C 是错的，然后 E 呢好。错的，然后 A 柱不确定，这样，然后最后好选了 A 这样子，好，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直接停表，好，就是大概是要你的时间，比如说现在我发现时间是2分10秒左右，再写上去 ，OK 哦，好，然后再来怎么样呢？再来每一题做完就要每一题当下检讨，好，那检讨之前你要先做一件事情，请记住，你写完题目之后你不能直接翻答案，好，你要先做一件事情，把你刚刚删掉的理由写出来，比如说刚刚说 B 是 run-on sentence， 我们要在后面写什么？写 run-on sentence 之类的 ，OK 哈。好，比如说 C 怎么样呢 ？C 刚刚删掉是因为 sentence fragment，OK 哈。好，E 刚刚删掉怎么样呢 ？E 刚刚删掉的是比如说是因为怎样，好，那注意哦，这个时候呢，如果是 SC 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样呢？你必须要把它的所有的理由写出来 ，OK 哈。好，也就是所有考点的错误都要把它抓出来，因为一个选项通常都会有2到3个考点啦。但是你考试的时候，你因为时间考量，对不对？你可能只会删掉一个考点就走了这样子。好，但是其实你检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把另外2个抓出来的话，其实上呢是比别人少学2/3，是非常非常伤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每个选项你都要好，因为已经停表嘛，对不对？你都要去写考点，好，去写考点，好，去写你重新看一次之后，认为它全部有可能错的地方，把它抓出来，好，然后再来怎么样呢？好，这时候你才能翻开解答。OK 哦，这时候你才能去翻开答案。那翻开答案的时候怎么样？翻开答案的时候，详解你一定要有一份，好，你一定要有一份就是可以参考的那种详解。那我那时候用 PP 的详解，我是用什么？我是用当时那个 ChatStream 上面的那个 PP 的语法笔记啊，这样子。好，那份是对我来说是奠定相当多文法的基础。那因为它写的很详细。好，不过那一份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大陆人很喜欢用文法规则来解释所有事情，可是当你学到后面才发现说，其实 GMAT 更多要求的是流畅性跟句意。好，所以呢，那份当初是一开始是好的，就是帮我奠定很多文法基础。可是后面我还会参考 Manhattan 啊之类的东西来做，就是补充这样子。OK 哦，好，所以你看这时候我翻开来怎么样的一份开始去对比，那你看这个就是我当初写的，我抓到考点，因为我一开始才学嘛，所以我抓到考点不是很多。好，然后再但是怎么样呢？我可以看去说，好，看说我没有抓到的是哪些，解答里面讲到的东西哪些，我用红笔把它写在旁边。OK 哦，红笔把了解了之后，我用红笔把它写在旁边。OK 哦，当下搞懂再写在旁边哦。好，然后怎么样呢？如果我有写到解答也有写到的话，我会就是用红笔点一下，这样确认这样子。那如果我有写到怎么样呢？解答没有写到的话，我一定会当下上网去看各个论坛，好，一定要把那个点确定，避免我想错。好，那如果是我没有写到解答写到的话，我就是把搞懂都写在上面，这样子 ，OK 哦。好，然后如果今天想起有补充一些比较系统性的文法考点的话，好，我就会把它抄在全部的下面，这样子。好，所以我做一题其实上。每一题的是很严谨的，好，是很花时间，大概花10到20分钟，所以我一天大概只做10题。可是你做这个东西做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说，好，其实很多常考点在后面都会出现，然后你再去 run 一次的时候，你是更熟悉那个考点这样子。好，所以你看我一天大概只做10题这样子。OK 哦，好，你要记住这个步骤哦。我们今天讲重点就在这边，就是什么？每一题一题做一题检讨，做的时候呢，好计时，计完时之后怎么样呢？请你在什么？请你在上面先补上所有的考点的所有的错误的考点，好，你认为所有错误的考点，然后再来怎么样呢？检讨的时候，好，你有写到他没有写，你没有写到他有写到的，请你用红笔，搞懂之后红笔补充，没有搞懂的话就上网问人，或者是去别的地方问人 ，OK， 要问你的补习班老师都可以。好，那如果今天是你没有写到。你有写到，他却没有写到的话，你一定要去看说是不是你讲的这个点真的是对的 ，OK 哈，好，因为避免说你误用了那个就是那个概念这样子。好，那如果今天是什么，你有写到，他也有写到的话，你就打勾。那这些颜色不一样是为了什么呢？好，你要记住这些题目在你后面反复3天，你都要回来
翻 ，OK 哦，回来翻这些你前面补充你今天疏漏这些考点 ，OK 哦，好，也就是说礼拜一做的东西，礼拜二、礼拜三都要回来重翻一次，然后等这一个礼拜结束之后呢，请你把它归类起来，好，哪些是考平息，哪些是考什么惯用语啦，哪些是考什么样呢？考那个所谓的比较用法，请你把它归类起来。好，这个步骤大概每天做10题，好，做 PP 的话大概是做20天左右，但是你在做到你开始前面做30题很痛苦啦，你在做到大概40题、50题之后，甚至是100题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好，越来越有系统了，怎么样呢？你现在每补充每一点，好，你要补充点越来越少，然后你每补充每一点，你在前面都可以找到 reference，OK 哦，好，所以这个考试其实是苦尽甘来的过程啦。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很严谨的方式学会累积，OK 哦，那再来就是。其实 CR 跟 CR 跟 RC 也是一样的方法，这样子。它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不管是 CR 或 RC， 好，你要记住，你写的东西一定要是明确的，你不能跟我讲说 being 很怪，所以删掉。好，你不能写出这种检讨，OK 哦，好，你要去搞清楚说为什么这边的 being 很怪，为什么这边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它跟谁相比是不行的 ，OK 哦。那如果今天是什么？如果今天是 CR 的话，你不能跟我讲说因为无关所以删除，你要跟我讲说是哪一个角度无关，比如说讨论对象无关啊，好，或者是什么比较时间点无关这些东西 ，OK 哦。因为你今天你今天在纸上打迷糊仗的话，是害到是你自己未来考点的那个知识累积。好，那如果是 RC 的话，你也不能跟我讲说什么，你也不跟我讲说是所以题目写那样，我写这样，所以这样虽然我叫做没有写到这样子，你要跟我讲说这边是过度推论呢，是把 made 推成 must 呢，还是说原本没有比较级，这边却写成那谁比谁更怎么样 ？OK 哦，请你记住，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明确化，然后呢，在检讨的时候一定要先留一步自己的思考空间，再去跟对面对照 ，OK 哦，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好，你必须要怎么样呢？接下来几天反复的去看，然后因为一个人其实你要如果你隔天没有复习的话，你所记忆起来的东西只会剩下80%，OK 哦，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好关于自行总结的部分，这部分大概会花大概10到20天，你要记住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先不要计较所谓要做多少的问题。你要先做的是什么？稳扎稳打。你现在稳扎稳打，后面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去做调整。好，那下一部影片呢，我们将会讨论说，在总结过后，我们如何用大量练习来固定怎么样呢？来固定我们的解题步骤跟方法。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